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session 14, our keynote address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o welcome the President, we'd like to now call upon Chairman Wang Hongchang. 尊敬的习近平主席、威顺先生、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阁下做峰会的主旨演讲，主题是深化改革开放，共创美好亚太。 中国的发展令世人瞩目。面对复杂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国政府坚持稳中求进，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保持了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是亚太经济合作的推动者、参与者和国际合作的建设性伙伴。自今年3月当选中国国家主席以来，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与 APEC 各成员经济体的交流和合作，先后出访了相关的国家和地区，为推动 亚太的互利合作，促进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积极的贡献。习近平主席工作履历丰富，经历全面，对中国的国情、民意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对世界经济、金融的发展和改革 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把握。习近平主席在沉稳之中透着睿智，庄重之中洋溢着刚毅和热情。他推动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相信各位朋友能够从演讲中得到重要启示。 现在，请习近平主席发表演讲。尊敬的瓦达纳主席、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今天这里高朋满座，群英荟萃，有机会同亚太工商界的朋友们相聚在美丽的天堂之岛，我感到十分高兴。这里不仅是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 也是巴黎进程、巴黎路线图等的诞生地。这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巴厘岛举行，承载着亚太和世界的期待。当前，世界经济复苏
艰难曲折。亚太经济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人们期待这次会议能为本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世界经济仍然处于深度调整期，既有复苏迹象，也面临基础不稳、动力不足、速度不均的问题。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结构性问题远未解决，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突出。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速放缓，外部风险和挑战增加，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举步维艰，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有新的表现，实现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和健康成长将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面对世界经济形势带来的新挑战，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都在努力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增长动力从哪里来？我的看法是，只能从改革中来，从调整中来，从创新中来。亚太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径。在世界经济复苏缺乏动力的背景下，亚太经济体应该拿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推动建立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使亚太经济在世界经济复苏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正在进行着这样的努力。上半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7.6%，较之以往8%以上的增速，确实有所放缓。一些朋友对中国经济前景有些担心，有的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健康发展？中国将如何应对？中国经济的形势会给亚太带来什么影响？对此，我愿谈几点看法。首先，我要强调的是，综合分析各方面情况，我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第一，信心来自于中国经济增速处在合理区间和预期目标内。中国经济增速从以前的2位数增长，到2011年的9.3%和2012年的7.7%，再到今年上半年的7.6%，总体上实现了平稳过渡。7.6%的增长，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中国经济基本面是好的，中国经济增长及其他的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在预期目标之内，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没有什么意外发生。中国经济增速有所趋缓，是中国主动调控的结果。因为实现我们确定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只要7%的增速就够了。我们在提出中长期发展目标时，就充分进行了测算。同时，我们认识到，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长远发展问题，必须坚定推动结构改革，宁可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任何一项事业都需要远近兼顾、深谋远虑、杀鸡取卵、
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是不会长久的。第二，信心来自于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是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是指经济增长处在合理区间，进是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步伐加快。中国经济发展正在从以往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更多依靠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转变。从上半年经济数据看，结构调整的拉动作用正在显现，内需拉动经济增长7.5%，其中消费拉动3.4个百分点。我们不再简单的以国内生产总值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事实证明，这一政策是负责任的，既是对中国自身负责，也是对世界负责。第三，信心来自中国经济的强劲内生动力。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正在不断增加，并将继续增强。持续进行的新型城镇化，将为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从农村走向城市，走向更高水平的生活创造新空间。中国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新一代劳动者成长为素质更高、视野更广、技能更强的现代化、专业化人才。中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推动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中国不断拓展的内需和消费市场，将释放巨大需求和消费动力。中国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推动发展成果惠及更广泛地区、更广大民众，这些都将转化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内在动力。第四，信心来自亚太发展的良好前景。在亚太各经济体共同努力下，亚太地区资金、信息、人员流动已经达到很高水平，产业分工日渐清晰，亚太大市场初具轮廓。正在酝酿的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将为亚太地区积聚优势。亚太各经济体抗风险能力大大增强，汇率机制更加灵活，外汇储备水平显著提高，各种多边和双边金融安排为应对复杂局面提供了机制保障。中国对亚太发展前景抱有信心。受益于亚太经济增长大环境，中国实现了自身发展，同时又以自身发展为亚太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我相信，这一互动势头会越来越强劲，为亚太地区发展创造更多机遇。我对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抱着坚定信心。同时，我们对需求下滑、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影子银行等问题和挑战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对外部环境可能带来的冲击高度关注，正在采取稳妥应对举措，防患于未然。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正在进行深刻的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这就是要不断地爬坡过坎儿，攻坚克难。这必然伴随调整的阵痛、成长的烦恼，但这些都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彩虹往往出现在
风雨之后。有句话说得好，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再高的山，再长的路，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前进，就有达到目的的那一天。中国要前进，就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我们必须坚定改革开放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动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创造活力。中国正在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总的是要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的改革，努力破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难题，消除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改革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我们将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强市场体系建设，推进宏观调控、财税、金融、投资领域体制改革，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我们将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我们将健全科技体制，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我们将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我们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扎实推进资源节约，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新的贡献。我们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促进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形成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开放区域，培育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提高国际投资合作水平；深化涉及投资、贸易体制改革，完善法律法规，为各国在华企业创造公平经营的法治环境。我们将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我们认识到，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涉及各方面体制机制完善。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这是因为当前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格外艰巨，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期就要一鼓作气，瞻前顾后，畏习不前，不仅不能前进，而且可能前功尽弃。中国是一个大国，绝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我们的立场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
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亚太是个大家庭，中国是大家庭中的一员。中国发展离不开亚太，亚太繁荣也离不开中国。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将会给亚太发展带来更大机遇。中国将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为亚太共赢夯实基础。我在今年博鳌亚洲论坛等多个场合说过，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绝，失之则难存。没有和平，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家和万事兴。中国是亚太大家庭的一员，愿意同所有家庭成员和睦相处，守望相助，也希望亚太各方能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局面，共同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亚太。中国将大力促进地区发展繁荣，为亚太共赢拓展机遇。中国是亚太许多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主要投资来源地。2012年，中国对亚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50%。截止2012年底，中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76万多家，外商直接投资约1.3万亿美元。中国已经同2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2个自由贸易协定，正在谈判的有6个，其中大多数自由贸易伙伴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今后5年，中国进口商品将超过10万亿美元，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将超过4亿人次。随着中国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和投资需求的扩大，将给国外投资者带来更多的合作机会。中国将致力于构建横跨太平洋两岸、惠及各方的地区合作框架。太平洋之所以广大，是因为它没有任何自然阻隔，我们不应该为它设定人为的阻隔。我们要发挥亚太经合组织引领和协调作用，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思想，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促进区域自由贸易安排的协调，深化区域一体化进程，防止出现意大利面碗现象，推动在太平洋两岸构建更紧密伙伴关系，共谋亚太长远发展。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亚太是我们共同发展的空间，我们都是亚太这片大海中前行的风帆。亚太未来发展攸关亚太经合组织每个成员的利益。中国对本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充满期待，希望同亚太伙伴们携手同心，共同创建引领世界、惠及各方、造福子孙的美好亚太。对此，我愿分享4点愿景。第一，亚太地区应该谋求共同发展，亚太各经济体联系紧密，利益交融，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优化经济资源配置，完善产业布局，建设利益共享的亚太价值链，培育普惠各方的亚太大市场。
发达经济体应该为发展中经济体提供更多支持和帮助，后者也要迎头赶上。只有缩小发展差距，亚太才能水涨船高。第二，亚太地区应该坚持开放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有13个经济体实现了25年多的高速增长，其共同特征就是采取开放政策。我们要顺应时代潮流，维护自由、开放、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我们要携手建设开放型经济和区域合作框架，以开放包容精神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第三，亚太地区应该推动创新发展。单纯依靠财政刺激政策和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增长不可持续。建立在过度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基础上的增长得不偿失。我们既要创新发展思路，也要创新发展手段，要打破旧的思维定式和条条框框，坚持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要不断提高创新能力，用创新培育新兴产业，用创新发掘增长动力，用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第四，亚太地区应该寻求联动发展。亚太各经济体利益交融，命运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这个动态平衡的链条中，每个经济体的发展都会对其他经济体产生连锁反应。我们要牢固树立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以自身发展带动他人发展，以协调联动最大限度发挥各自的优势，传导正能量，形成各经济体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格局。当前，亚洲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需求巨大，特别是近来还面临经济下行风险增大和金融市场动荡等严重挑战，有必要动员更多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为此，中国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新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与域内外现有多边开发银行一道，共同合作，相互补充，共同促进亚洲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工商界是推动经济和贸易发展的主力军，也是推进亚太经合组织合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中国高度重视工商界作用，愿意倾听工商界的意见和建议，为工商界，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深入便利参与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搭桥铺路。今年8月，中国工商界成立了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工商理事会，为深入参与亚太经贸规则制定提供了机制保障，体现了中国工商界承担国际责任的积极态度。朋友多了，路好走。
在座的许多工商界朋友都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参与者，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们不会忘记老朋友，也愿结交新朋友。中国欢迎和鼓励各经济体，特别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积极参与中国改革开放。朋友越多，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就越兴旺、越发达。希望各位工商界朋友充分利用亚太经合组织平台，为改善亚太贸易和投资环境发出自己的声音，积极发挥工商界在市场信息、技术孵化、创新驱动等方面的优势，提出战略性、前瞻性建议，就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亚太经合组织未来发展等建言献策。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2014年，中国将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及相关活动。我们将以此为契机，面向未来，谋求建立更紧密伙伴关系，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亚太经合组织发挥更大引领作用，勾画亚太长远发展愿景。希望在座的亚太工商界代表，到时同赴北京，共商大事，一起见证亚太发展又一重要时刻。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Your Excellency, President Xi Jinping, we thank you for your address to the summit. We wish you, Mr. President,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very success in your chairmanship of APEC in 2014. And from Indonesia and across APEC, we offer you our warm cooperation and support in the coming year.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join me in thanking the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esident Xi Jinp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departur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as we await the return of the chair of the APEC CEO Summit 2013, we'd like for you all to enjoy a video which hopefully captures some of the spirit of the past couple of days. Welcome to Indonesia, to this very special island of Bali. Let us build a strong partnership and forge a resilient APEC. Let us also ensure that APEC continues to bring prosperity to all people in the APEC region. Thank you. We've made a lot of progress in the Asia Pacific. Businesses can provide concrete feedback to governments on what they need to do more, or how they need to perform better. One of the unique things I think about APEC is it joins both political leaders with business leaders from around the region, and we are making real change that can facilitate
business across the region. Let's welcome back Mr. Vishnu for his closing address. Thank you. Distinguished delegates, very good afternoon. How have you all been doing? It has been our privilege in Indonesia to have hosted the APEC CEO Summit 2013. I really hope that the summit has been fruitful for you and given you the strategic insight you need on where the policy, business are going to be in this region. But it was now time for me to bid you all farewell. We thank you, our distinguished delegates, for coming from all parts of the world, and our esteemed APEC leaders and speakers for their remarkable insight. We thank you, our sponsor, representing a lineup of top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flagship companies that have been very supportive to this summit and shown a real commitment to APEC's future. We are grateful to our team who has worked so hard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year and during the last few days. We will also like to express our great appreciation to President Yudhoyono and the government of Indonesia for their leadership and support.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participation of over 1,200 business figures at this summit, more than 60% of them are global CEOs, 20% are senior board members, has shown just how seriously business takes its role as a driver of APEC's future. Our APEC leaders have also a strong partner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to achieve the outcome, yet challenging ahead are still considerable. Our discussion have set some new priorities and shown why we must reshape others. In all of this, you and I have been forward-looking, determined and optimistic about our prospect. So we wish you the best for the future. Please do keep in touch with us in Indonesia, as the biggest opportunities in this country are yet to unfold. And we look to you as a partner in our development. Excellenc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it is now my great pleasure, my honor, to hand over symbol of APEC CEO Summit chairmanship to Chairman of the China Council for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CPIT, Mr. Wang Jinfei. And we hand over the chair to China for APEC CEO Summit 2014 with a symbol of this year's APEC Summit logo.尊敬的瓦达纳主席，尊敬的各位亚太工商界的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在座的亚太工商界人士，对峰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瓦达纳主席和他的团队精心筹备和周到的安排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年的会议围绕着主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让我们受益匪浅。印尼组委会的出色的工作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接过这个象征，我感到是一份荣誉和责任。和印尼一样，中国也将是第2次主办 APEC 会议。2001年，在中国上海举行了 APEC 工商峰会，也是中国加入 WTO 的第1年。作为世界经济家庭的新成员，正在准备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渴望和世界各国开展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今天，我们与 APEC 各经济体的联系是前所未有的密切。中国与亚太经济合作体互赢、共赢、互利，相得益彰。APEC 是亚太地区级别最高、影响最大、机制最完备的经济合作组织。中国工商界一直积极地参与 APEC 进程，并于今年8月份成立了 APEC 工商理事会，为中国更好地参与亚太经济地区经贸规则做了机制性的建设，也体现了中国工商界承担国际经贸环境发展的责任的态度。2014年 APEC 工商领导人的峰会将于明年的10月在北京举办。峰会将探讨如何通过开放、合作、创新为亚太经济注入活力，描绘亚太长期发展的蓝图。会议也是各位了解中国与中国经济的最佳平台，更是 APEC 工商界大家庭畅叙友谊、寻找商机的欢乐的聚会时光。作为2014年 APEC 工商界峰会的主席，我在此诚挚地邀请亚太地区工商界的各位新老朋友，明年10月北京相会。最后，请大家观看中国 APEC 宣传片，谢谢大家。As the first rays of the morning sun shine across the international date line, people on one side of the Pacific Ocean are ready for a new day. At the same time, people on the other side have just finished work for the day. Across the Pacific,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are doing,
this is a moment for all of us. We all have our dreams and a common desire for happiness. It is these ideals that bring us together as we seek common ground while putting aside our differences. Instead of winners and losers, APEC strives for a world where we can all grow and prosper. Since 1991, APEC has emerged as a premier forum for multilateral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Following the principles of consensus building and voluntarism, we come together and promote prosperity by creating connectivity among the diverse economies of the region.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依然面临诸多的难题和挑战。我们希望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 For a better world, APEC cannot shirk its responsibilities. We're fully aware that APEC's development is an opportunity for both the region and the world. To achieve lasting prosperity for all economies, APEC needs to be at the forefront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cientific innovation, and the liberalization and facilit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ll the economies in this region need to find their own internal sources of growth. Whether it is from developing free trade zones, building infrastructure, or promoting connectivity among member economies. But with opportunities also come challenges. The financial crisis, food security, the need to find new engines for growth. Only by working together can we rise to these challenges. We all believe that this vast region is big enough for us all. Here, 40%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is responsible for 57% of global GDP and 46% of the world trade. People in the Asia-Pacific are wise, creative, and no strangers to innovation. We can trust one another and together create an inclusive environment to build a better future for us all. Every member can have the space and freedom to realize prosperity in their own way,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every mother and every child to find happiness. For China, a prosperous future is inextricably tied to its relationship with fellow APEC members. Nearly 2/3 of China's trade takes place within this region. China contributes to global prosperity with its robust growth and huge market demand. None of this success would have been possible without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e idea of peace and harmony has been inseparable from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oday, China is determined to pursue the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The sea, the air, and the biodiversity, they are our common heritage. To protect this common heritage, China is bidding farewell to the old extensive development pattern. We are stepping into a new era of rejuvenation. After China successfully hosted the APEC meeting in 2001, APEC will return to China in 2014. APEC will offer a platform where China will work with her partners, a venue where natural beauty and cultural heritage thrive, a junction where East meets West. At the foot of the Green Mountains, by a majestic lake, in the vicinity of the Great Wall, in a land of history, myth, and legend, where new stories are happening all the time. This idyllic location is Yanqi Lake. Here we wait for you, our distinguished guests. We wait for your arrival. Yanqi Lake will be a site for enlightenment, a place for fresh ideas,
a place for new ways of thinking. A site with stunning scenery and state-of-the-art facilities, China extends its warmest welcome to all of our fellow members. In 2014, the Beijing APEC meetings will be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us to enhance partnership and start a new chapter in APEC's development, leading the way to a brighter common future. And with that,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officially close out our APEC CEO Summit 2013. Congratulations, Indonesia, and see you all next year in China.